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我的清冷学霸青梅喜欢上了一个混混，他说他是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鲜活，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。他为了他翘课约会，为了他打架飙车，为了他在火海中义无反顾地抛下了我。我10年的暗恋在那场火海里烧了个一干二净。后来我出了国，再也没见过他一面，却没想到10年后，我和他在一次商业会面中再次相逢。我以为他已经和当年的男朋友结婚恩爱，却没想到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当场掉了眼泪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再见到江静安是在一场商业晚宴上，他低着头沉思，压发下露出一截天鹅般雪白的脖颈。明明身边是觥筹交错的人群，却仍然好像在身边中画出了一圈生人勿近的真空地带，是一眼就能看见的惹眼。10年不见，他似乎比之前更冷漠了，看着其他人的眼神像是冰原上终年不化的雪。或许也只有再看原野时，雪才会融化成春意融融。他没看见我，只是垂眸，眉眼间有些许不耐烦。看我盯着他，身边的朋友小声道：“那是江家的大小姐，刚从国外回来就接班了，听说是牛津毕业的高材生，一回来就镇住了董事会，不是那种没脑子的富二代呢。好看吧？”他挤了挤眼睛，露出一个暧昧的笑。这简直是女主标配的白富美了，听说追她的人能从南阳街排到正街大道呢，去认识认识。我没说话，脑子里却不由自主浮现起了曾经的江静安。17岁的江静安，皮肤白得在阳光下有些透明，认真看着我的眸子里带着些微的笑意，声音像春天溪水里融化的冰。顾言，以后我们一起考清华吧。那已经是太过久远的记忆，明明我许久也记不得了，如今再想起，却仍然清晰的好像昨天。我把酒杯放回侍者的托盘上，轻声道：“不用了，走吧。”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江静安视线扫了过来，然后突兀地停留在我身上。他愣住了，随即猛地拨开人群，朝我大步走来，最后甚至急得开始跑了，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嘟嘟声。顾言，他大声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颤意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，他的眼圈似乎有些红了。我假装没看见，转身离开。我和江静安的故事并不算特殊，从小我们两家关系就很好，我俩甚至是在一个医院前后脚出生的，算是标准的青梅竹马。江静安这个人从出生就很傲气，觉得普天之下除了他都是不可回收的垃圾。从小学时候他收到的情书就能塞满半个抽屉了，他一封都没看，只会当着小男生的面无表情地把情书都撕碎塞进垃圾桶。他也确实有傲气的资本，家世优渥，容貌精致，智商很高。3岁他就开始抱着牛津词典开始看，11岁的时候就攻破了他爸公司的防火墙，拿到了机密文件，把他爸气得直跳脚，又无奈地骄傲炫耀。也就在我面前，他有所收敛。江静安一直没跳级，用他的话来说，我这么笨，如果他不陪着我的话，我岂不是完蛋了？所以从小到大一放学我就去他家，或者他来我家，边玩边给我补习，还会一边用笔敲我头，恨铁不成钢道：“顾言，这么简单的题讲了多少遍还不会，你是笨蛋吗？”在江静安这种天才家教的天天开小灶下，我就是笨蛋也该开窍了。打小我俩的成绩永远是一个第一个第二，生活上也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。他妈妈老笑话我们好的像是穿一条裤子，跟我妈开玩笑说要结娃娃亲。每次听他这么说，我都涨红了脸不说话，心里却开心得不得了。谁会不喜欢江静安呢？那样好看，那样优秀，那样对我一个人毫不掩饰的偏爱。如果故事只到这里，那应该是个青梅竹马。很可惜，没过多久，言也就出现了。言也和我见过的所有男生都不一样，说的好听一点就特立独行，说的难听一点，他就是个混混。他是高2那年转学过来的，
听说是在之前的学校出事被开除了。他从不好好听课，经常翘课出去玩。在别的男生都老老实实穿着校服的时候，他穿着黑色紧身背心，露出隐约的腹肌轮廓和纹身，引得女生们偷偷打量他。他喜欢谈恋爱，学校里好看的女生几乎被他谈了个遍。大家指指点点，他也不在乎，甚至还会把这些事情当成谈资。他和校外的混混打成一片，经常和染着乱七八糟头发的太妹当众接吻，放了学会在大家的目光中嚼着口香糖，跨上机车，一脚油门让身后抱住他的女生肆意尖叫。在那个大家都看起来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时候，他像是与众不同的花火，吸引了许多人的视线，也包括江静安。本来岩野这种人和江静安是不该有任何交集的，一个是始终吊车尾的小混混，爸妈都是烂赌鬼，从来不管他，老师也是他不见；一个是常年霸榜第一的学霸，家境优渥，克己自律，是老师家长眼中的骄傲。可他们偏偏就这么交集了。第一次收到岩野情书的时候，江静安直接塞进了垃圾桶，然后岩野亲自来送了第二封情书。他把江静安堵在墙角，坏笑着把他的手钳在头顶，凑到他耳边吐出白色的烟雾。江静安，我看上你了，跟我交往吧。喜欢江静安的男生很多，但没人敢这么追他。我以为江静安会像对其他人那样毫不留情地拒绝他，可他却第一次面色有些无措，耳朵间泛起嫣红。江静安和岩野就这么交往了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岩野是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鲜活，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。我在校门口等江静安的时候，会碰到岩野搂着他的脖子出来。他笑着跟江静安挤眉弄眼，你的小竹马等你呢，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做作业呀？他的那些朋友就开始哄笑，对呀，江静安，回家学习去吧，顾妍眼巴巴等你呢。我有些不适，皱眉看向江静安，可他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挽住岩野的胳膊，转身离开。自始至终，他没跟我说一个字。岩野回头，给了我一个怜悯又讥讽的笑容。我在校门口站了许久，最后低头一个人离开。岩野不喜欢我，也不许江静安和我一起。江静安于是不再找我，我找他的时候，他也总是冷冷拒绝。他不再跟我一起去图书馆看书，也不再陪我回家给我辅导功课。他开始和岩野一起翘课出去约会，为了他和校外的女混混打架，甚至偷偷开家里的车跟他出去飙车。那年的期末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超越江静安成了年级第一，而他的成绩一落千丈。江静安爸妈快气疯了，老师也苦口婆心地劝他，可他就像着了迷一样迷恋着岩野。最后我被江妈妈拜托去找了江静安。我不想去，我知道江静安不会听我的，可我还是去了。为了那个曾经敲我头嫌我笨，还说要跟我一起上清华的少女。她穿着超短裙和渔网袜，染着黄色的头发，手指间戴了许多装饰骷髅头戒指，正和岩野在小巷子里抽烟。随即他们在白色的烟雾后交换了一个吻，和之前一丝不苟的少女几乎判若两人。我走过去一把拉起她，江静安被我拉到一边，面色有些不耐烦。你也要跟他们一样对我说教吗？我攥着拳头忍耐着劝他，江静安，你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起考清华的吗？我顿了顿，压住心口隐隐的痛楚，几乎是哀求道，我知道你喜欢岩野，我也不拦着你喜欢他，可是能不能等高考以后？江静安却只是嗤笑了一声，随即岩野也跟了过来，搂住江静安的脖子，俯身在他嘴角印上一个吻。他回过头来，眼神恶意而挑衅，顾衍，江静安是我女朋友，她跟你一起考哪门子清华？你他妈算哪颗葱啊？我面色一白，看向江静安，她却只是避开了我的目光。这样吧，让她自己选好吧，省得你老不死心，眼珠子成天粘在别人女人身上。岩野吐出一口烟雾，用胳膊肘戳了一下江静安，你自己选，选他还是选我？直到今天，
我仍记得那个短暂又冗长的傍晚，夕阳是炽烈又荼蘼的赭红色，我站在那里，等着江静安的审判。片刻后，他扬起嘴角，露出一个讥讽的笑意。随后，他当着我的面跟岩野深吻在一起，吻毕后看着他的眼睛道：“这还用说吗？”我走得很快，出门直接上了车。身后的江静安面白如纸，站在大门口慌张地四处寻找，也没看到我的影子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得单薄纤长，隐约竟有一种不堪一折的脆弱。我靠在驾驶座上，点燃了一支烟，薄荷爆珠的香气弥漫了密闭的车厢。我微微闭上眼。我从前是不会抽烟的，这是我出国后留下的习惯。烟草这东西并不让人如何快乐，却能让人短暂地忘掉烦恼。出国的影子是我差点被火活活烧死。我找江静安的那个下午，曾经跟岩野打过架的混混来找场子了。听说是他妹妹跟岩野谈过，还为他流过产。后来他还去纠缠岩野，却被江静安扇了一巴掌。那个小混混咽不下这口气，找来了他在道上的大哥。那天下午，我们3个人都被绑上面包车，岩野被打得尤其狠，满身是血。然后我们3个被丢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，等着所谓的大哥来发落。少年人的身子抗揍，看着残也不过都是些皮外伤。岩野很快醒了过来，想办法磨断了绑着手的绳子。仓库一共有2扇门，江静安从小喜欢拆解东西，也拆过家里大门的锁。他用一根铁丝打开了大门，就在我们3个要跑的时候，混混们突然听到动静，一脚踹开了门。我下意识看向江静安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他的视线落在岩野身上，拽起他的手就跑。我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浑身血液霎时冰凉。岩野离开时还不忘了把我面前的大门一把关上，就差开门的这么1秒，我没跑得出去。那天之后的事情，我许久没有再回忆过了。那个混混认识我，知道我和江静安是青梅竹马。江静安和岩野跑了，混混们的气都撒在了我身上。我被活生生用棍子打断了一条腿，浑身上下不知道挨了多少下，到最后已经几乎是有进气没出气。最后，混混们在仓库放了一把火，火很热很烫，熏得我眼睛干干的，泪都流不出来了。可我只觉得浑身都冷，冷得要命。那把火烧完了我这漫长10年的暗恋，可我到底没死。有个路过的好心人看到着火打了119，也是我命不该绝。那天消防队正在附近，来得很快。我被救出来后，我爸妈都崩溃了。我在医院躺了足足半个月，醒来后只跟我爸妈说了一句话：我不想在这里了。因为这件事，我的腿再也不能剧烈运动。之前我很喜欢打篮球，很喜欢长跑，很喜欢滑雪，可那之后都不行了。我们家和江家彻底决裂，江静安爸妈带着他来了好几次，都被我爸妈赶了出去。那之后，为了离开这个伤心的，我爸妈举家移民出国。我换了联系方式，彻底斩断了从前的所有。那之后整整10年，我和江静安再也没有见过一面。那年我17岁，我的青春就以这样一种惨烈又可笑的方式，仓促戛然而止。27岁这年，我回国接手家族生意了。我没想到会看到江静安，见到他的那一瞬间，那些尘封了10年的疼痛突然反扑，让我下意识避开了他。江静安，在我生命的前17年带给了我太多光的名字。在我17岁那年，亲手把我推进了地狱。其实说起来，那天的事情也不能全算江静安的错。他选择了岩野，不选择我并不是什么错。到了现在，我并没有多么恨他，可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。大概人越不想碰见谁，艺人越不会缺席。我没想到第2次见江静安会这么快。谈判的会议室里，江静安还保持着推门的姿势，他死死盯着我，浑身上下像是石化了一样僵硬在原地。许久后，他嘴唇开始哆嗦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甚至看到他眼底开始充血。我心里一时翻涌起无数糅杂的情绪，几乎有些控制不住自己。
身边的陆河看了我一眼，怎么了？这一句话让我从困住的情绪中挣脱出来，我稳住声线，没事。一场谈判下来，我和江静安都心不在焉，我如坐针毡，谈判结束后立刻就要走，江静安却一把拉住了我，他眼里全是红血丝，沙哑道：顾衍，那天是你吧？我找了你好多年。这一刻，往事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，不堪忍受的疼痛，火苗灼热的温度，再也不能剧烈运动的腿。我猛地甩开手，江总，请自重。他急切道：顾衍，我知道我当年对不起你，这些年我每天都在想起那天，就在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要离开时，陆河突然挡在了我身前。他身量很高，足有1.75米，比江静安还高出半指，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把江静安的视线挡了个结结实实。江总，他的声音有些吊儿郎当，情绪却冰冷。做生意归做生意，怎么还大庭广众的跟我们总裁拉拉扯扯呀？你不在乎被人说闲话，我们公司的名声可还要呢？江静安一怔，随即皱眉，这是我和顾衍之间的事，我们是老相识，请你让开。陆河侧眸看我，我眉心拧紧，心下止于一片烦躁。他转回去嗤笑，不好意思了，江总，不巧我们马上有个会要开，有什么话留着下次再说吧。说着，他不由分说地握住我的手，把我带出了门。前女友。坐上车后，我一言不发地发呆。陆河看了我好几眼，最后还是没忍住开口问我。我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不是，那是他以前对不起你过。我默然。陆河骂了一句：这个女的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东西，眼珠子都恨不得长天上了，装什么高冷？你刚才怎么不说？我满心躁郁被他搅散，忍不住笑道：说了有什么用？你帮我揍他呀？当然了。陆河愤愤不平，他怎么对不住你了？你说。我没说话。陆河沉默片刻后递给我一瓶水，下次再见他，我帮你弄他。我看着他一脸后悔刚才没打江静安一顿的表情，忍不住弯起嘴角。那些阴鸷的情绪慢慢消散。陆河和江静安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。江静安是打小的高岭之花，回国见到他后，我也多少听说了一些他的事情。我以为他那么喜欢岩野，会和他一直在一起，没想到我被救出来后，他俩就分手了。听说闹得很不愉快，江静安竟然当众打了岩野一巴掌，然后俩人分道扬镳。他算是迷途知返，只用了1个学期就重回了年级第一，高考的时候以省状元的成绩去了清华。毕业后他又去了英国深造，也是刚回国接手家业不久。他是标准的天之骄子，开着迈巴赫，穿着高定套装，哪怕坐在一起的时候也和身边的人好像不在一个世界。陆河则不一样，他家里也很有钱，但是身上一点富二代的架子都没有。加班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在公司置一张行军床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头发乱成鸡窝，平时就穿110块钱的 T 恤，成天和我们打成一片，一点白富美的包袱都没有。和他在一起很轻松，像他说的，我好像真的没有那么难受了。再见江静安后，我开始频繁地睡不着觉了，偶尔睡着也是噩梦不断，梦里永远是燃烧着的火场，一片焦红。呛人的黑色烟雾里，江静安牵着岩野的手冷冷地看着我，一把把我推进了万丈深渊，然后我就会满头大汗地惊醒。我请了1天假，不想待在家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，干脆没有方向的游荡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才发现走到了曾经高中的校门口。我站了许久，身后突然走来一个人，是江静安。上次我没仔细打量他，如今再看，发现10年的时间，江静安变了不少，更高了，身材不再像少年时那么单薄，更加前凸后翘，脸上精致的妆容显得很成熟。可他穿着一身黑色修身风衣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却仿佛还能看到17岁时的江静安，只是那个会一边骂我笨，一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题的少女已经模糊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把我扔下的他。
我下意识皱眉，向后退了一步就要离开，江静安却叫住了我。许久后，他干涩道：顾言，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我一直在做梦想起那天的事，我每时每刻都在后悔当初抛下你。我冷冷扯起嘴角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伤害已经造成了，远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消弭的。江静安苦笑，我知道说对不起没用，我只是想补偿你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不必了。我面无表情。江静安，我不想再看见你，我们还是当陌生人吧。陌生人，他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带着艰涩的隐痛。他上前一步，神情有些激动。顾言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你恨我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没二话。但是我们当初一起那么久，你现在说要当陌生人？当时是我一时糊涂，他颤声道，可我真的后悔了。我低头握紧拳头，翻涌的情绪揉杂着发酵，呼啸尖叫着冲进我的大脑。我几乎用光了全身的力气，才抑制住自己不要和他动手。江静安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无耻了？你说后悔，我就必须原谅你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死死咬紧牙关，感受到一股铁锈气，我当年都经历了什么？你居然还敢站在我面前！江静安眉心浮起沉痛，哑口无言。说实在的嘛，这些年我恨过江静安吗？当然是恨过的，但也没有那么恨。他喜欢岩野，选择了他，而放弃了我，与他说是理所应当的。只是我又有什么错呢？我又能去怪谁呢？这些年我也想开了，或许就是我的命不好，有此一劫。我也从没想过他的道歉，我只想这辈子都不要再和他见面了。江静安在身后叫住我，声线带上惶恐的嘶哑。顾言，你那时候是喜欢我的对吗？我想和你说，我也喜欢你，只是我那时候太蠢，没看明白。我脚步没停，这个时候说什么喜欢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我曾经喜欢了江静安许多年，很喜欢，很喜欢他。我也等了他许多年，只是少年人单薄的爱恋在那样的灾难面前，脆弱的像是一张纸，转瞬就被火苗燃烧殆尽了。如今对他，我只剩下满腔的厌恶，厌恶到不想再看他一眼。当年我没被他选择，以后也再不需要被他选择了。在走过街口的时候，我脚步猛地停住。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外套的男人惊讶地摘下墨镜，顾眼。他笑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岩野呀。跟着陆河一起去的商业晚宴上，我在去卫生间的走廊上听到了耳熟的声音。探头看过去，一身西装岩野从背后搂住江静安。这些年我从来都没忘记过你，我一直想着你。静安，能看出来岩野这些年过得并不好，西服是有些蹩脚的不合身，脚踝还露出了一截，曾经脸上的桀骜都变成油滑，肚子有些突出，整个人都发福了，不知道是从哪儿混进来的。我看了一眼岩野侧脸的疤，当时出国后，我身边的兄弟为我打抱不平，找人套了岩野麻袋。那次岩野几乎被打死，去了半条命。我的朋友都是家里有钱有势的二代们，岩野甚至都不知道是谁打了他，只能自认倒霉。他后来又惹了事被开除，没什么学历也找不到工作。我在国内的哥们儿时刻看着他，他找的每一份工作都被搅黄。最后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去抢劫，被判了7年。在里面我找人特别关照了他，他的遭遇可以说比我惨百10倍。我那时候突然就想明白了，其实他什么都不是，估计岩也是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如今再见了江静安，又迫不及待地来攀高枝了。江静安一言不发。我知道你怪我，他红着眼道，可那时候我也害怕呀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他的手慢慢往上抚摸，我知道你也忘不了我。静安，你忘了你当初多喜欢我了吗？你甚至为了我放弃了顾衍啊！江静安猛地推开了他，眉眼间全是怒火，不许你再提他。他声线冰寒，毫不留情道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初救了你。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岩野，
在看到他的西服时露出轻蔑嫌恶的神情。少年时愚蠢的迷恋，在10年后彻底看破迷障，露出刻薄的现实。如今的岩野恐怕连再出现在江静安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江静安名下有18家公司，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千金，随便一件衣服就是岩野打工1年都赚不到的数字。而当初头顶光环的岩野，如今是个进过监狱的无业游民。他们已经彻底成了2个世界的人。岩野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岩野被他的眼神吓住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江静安径直离开，我背过身，点了根烟。这到底是什么孽缘？海市不算大，但也有800万人口。当时回来的时候，我压根就没想到还会再碰到当年认识的人。可我没想到1个2个的都送上门来了。只是我没想到江静安对岩野是真的一点留恋都没了。江静安是个看起来对什么都淡淡的，但是实际上很偏执的人，打小他喜欢什么就一定要得到，而且不会喜新厌旧。说真的，我还以为江静安当初那么喜欢他，会一直和他在一起，没想到也是潦草分手。我回到晚宴上，以为岩野会离开，却没想到他还在，还看见了我。他端着一杯酒朝我走过来，似乎完全忘了刚才江静安说的话，也忘了当年的事。他讪笑着走过来，真巧啊，顾衍，咱们也好久没见了，这些年你怎么样啊？我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如果说江静安当年选择了岩野，我还能理解，那么岩野关上了那扇门，就是彻底把我推进了地狱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关门，是觉得我和江静安走得近，故意报复我，还是慌不择路，为了拖延时间？我也不想知道，我只想知道，我恨透了眼前这个人。尤其是他这样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真的恨不得立刻杀了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人太多了，我不能当众失态。岩野却不依不饶地拽住我，咱们可是老同学了，现在你给我摆什么派头？当初你忘了你追江静安的时候了？他嗤笑着揽住我的脖子，你跟狗似的追着他，可他只喜欢我，他还在喋喋不休，试图把在江静安那里受的窝囊气在我这里发出来。我把酒放在逝者的托盘上，扯松了领带，砰！岩野被我一拳打得扭过头去，剩下的话卡在了嗓子眼里。我收回用力到生疼的拳头，眼神一寸寸冷了下来。你敢打我？岩野眼里闪过一丝怨毒，捂着脸对着四处大声道：顾衍，你他妈敢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来人啊，这里有人打人了，快报警啊！他显然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四周的人都看好戏般的看着他，像是看什么小丑在表演。岩野的声音一点点低了下来，我随手接过秘书递来的擦手巾，擦了擦手，随意扔在了一边。江静安看到这场闹剧后，急匆匆地跑来，关切道：顾衍，你没事吧？他上下左右把我看了个遍，确认我没出事后，对地上的岩野嫌恶呵斥道：你怎么还在这里丢人现眼？我不是让你滚了吗？岩野死死咬着牙还要说话，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保安，把这个人赶出去。岩野惊慌失措地被2个人高马大的保安拖了出去，他大声喊着江静安，江静安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我有些烦躁地甩开江静安，走出了宴会厅。秋日的风带着萧瑟的凉意，我后知后觉地感觉到有些冷。陆河追着我跑出来，把他给我准备的大衣递给我。刚才那傻逼是谁？我上次就问你了，这个姓江的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欺负你了？我拽住外套，汲取着上面残留的温度。从我出事后，这件事情我就没告诉过任何人，我不愿意提起。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许是秋夜太冷，又或者是身边的这个人太暖。我沉默许久，还是开口了。陆河许久没说话，我扯了扯嘴角，微微苦笑。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，多少带着点笑话的味道，他嫌弃也是正常。然而他慢慢抱住了我，挡住了所有的夜色，只剩下他身上的温暖。我低声道：是不是挺傻逼的？陆河低声道：
有点儿，不过不是你，是他俩。我忍不住勾起嘴角，没指望他说什么煽情的话。陆河是个缺心眼，公司里的小男孩平常给他暗送秋波，他会觉得人家眼睛抽筋了，还问人家是不是看电脑时间长了眼睛太干了。但是我心里裂开的伤痕突然就不再让人那么难以忍受了。我突然道：陆河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我不是傻子，也不喜欢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游戏。陆河对我真的很好，她是个好姑娘，我再假装不知道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陆河的脸在夜色里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，最后甚至连脖子都通红一片。她睁大眼，漂亮的眸子里映出我的笑脸。我以为她会否认，却没想到她只是盯着我。你才看出来呀？我无言，避开了她的视线。我不想耽误你，我现在真的不想谈恋爱。我曾经也喜欢过一个人，只是暗恋以这样惨痛的方式结束，我真的怕了。这些年不是没有向我示好的女孩，其中也不乏优质的。我曾经想逼自己尝试，可总在临门一脚的时候难以忍受的退缩。这么多年来，也只有陆河的接触让我能够忍受，但也只是这样了。我真的怕了。陆河看起来有些失望，却仍是扬起笑容，笑得没有一丝阴霾。我能理解，我也能等。顾衍，只要你别推开我就行，剩下的我不强求。我一愣，陆河的条件很好，不输给江静安的家世和相貌，虽然性格大咧咧了点，但喜欢他的男人绕公司3圈还是没什么问题。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知名的情绪，心脏胀得酸涩。就在这时，江静安找了过来。他一见我，着急地解释：顾衍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今天会来。他没说完，陆河的巴掌狠狠地扇在了他的脸上。他没糊弄我，真帮我揍了江静安。我不知道陆河劲儿到底有多大，但他是真的下了狠手。江静安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嘴角溢出鲜血。陆河眉眼阴沉，鄙夷道：你还有脸来找他？江静安也冷了神色，他擦掉嘴角的血痕。这是我和顾衍之间的事，和你没关系。陆河随意地撸起身上价值4万块的香奈外套袖子，你骚扰我男朋友，还说跟我没关系，赶紧滚蛋！再来找顾衍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我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没有反驳陆河的话。江静安愣住了，随即他看向我，有些难以置信道：男朋友？顾衍，你跟他在一起了？对。陆河挽住我的手，阴阳怪气道：江总，论家世长相我不输给你，论年纪，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我比你小好多呢。大婶，你有点自知之明吧？顾衍不选我，难道还会选你这个老女人吗？江静安面色铁青。我淡淡道：江静安，我不稀罕你的道歉，也不需要你的补偿，你走吧。江静安脸上的血色霎时褪去，他喉头发梗，也不管陆河还在场，一步步上前，红着眼道：顾衍，我真的后悔了，我求求你，你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我求你别这样，给我一次机会，不管你要什么都可以，我好不容易再见你一次，我找了你10年啊。陆河瞪眼睛，嘿，我这暴脾气，你他妈找打是吧？我拦住了他，认真地看着江静安，当年的事我不怪你，你不需要补偿我什么，但是江静安，我是真的不想再看见你了。你要是真的觉得亏欠了我，以后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江静安脚步踉跄，脸上浮起深沉的绝望，旋即他露出一个惨笑。好，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那我答应你。我没想到那是我见江静安的最后一面。再看到他的消息是在本地新闻上，男子因爱生恨当街杀人，财团继承人当场殒命。岩野对江静安仍是不死心，拼命纠缠他。江静安对他只剩下厌烦和恨意，干脆找人打了岩野一顿。岩野本来就一无所有，一时间被江静安逼得几乎活不下去。他恨上了江静安，在一次江静安进公司的路上拦住了他，当场捅了他7、8刀，刀刀冲着致命去的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江静安已经没了心跳。
岩野满身是血，拿着刀在街上哈哈大笑。江静安，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你才是最惺惺作态的那个，你才该死。他当街故意杀人，被很多人目击，监控视频也有的是，没什么异议。法院直接宣判了故意杀人罪，死刑立即执行。我的公司在国外扩张了，打算和陆河一起出国。离开之前，我去看了江静安一次。江静安的墓碑上用的是他17岁时的照片，眉眼清澈，带着一丝笑意。我双手插兜，站在墓前，眼前突然出现了那个被风吹起黑色碎发的少女。少女有一双极漂亮的桃花眼，看着我的眼神带着不易察觉的温柔。我问她，江静安，老师找你跳级，你怎么不答应啊？她嗤笑一声，别过头去。我要是走了，你这个笨蛋怎么办？以后说不定会考不上大学，只能去打螺丝钉了。我气鼓鼓道，我才没有那么笨，你瞎说。她看着我，眼里流露出一丝笑意，伸手揉了一把我呲起的头发。我闭上眼，那已经是太久远，我好久都没想起过的记忆了。江静安在17岁后已经变成了面目全非的我不敢想起的样子，可如今他死了，我却又想起了他年少时的模样。我转过身，17岁的少女撑着下巴对对面的少年道，笨蛋，这么简单的题讲了这么多遍都不会，没了我你可怎么办？那些面容逐渐模糊，只剩下一片虚无。那些荒唐的青春，时隔多年，终于彻底落幕。或许我们早就该道别了，只是这句道别来得这样迟。江静安，希望有来世的话，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见了。江静安视角，我曾经以为盐也是我人生里的一道光。在我人生的前17年，我的人生总是按部就班，一丝不苟的。似乎我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有规划的，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每一步都不能出错。我从没想过人还可以像盐野这样活着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孩子，他学习不好，名声很差，可他看起来很自由，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。所以当他堵在我面前说喜欢我的时候，我看着他眼里自由的亮光，情不自禁地点了头。和盐野在一起的时间很快乐。在我之前的人生中，我没有过这样的体会。不需要在意家长老师的看法，不需要在意成绩，只需要随心所欲就好。我很迷恋那样的日子，连带着更加厌恶过去的一成不变。顾衍就代表了那样的一成不变。所以当他来找我说要跟我一起考清华的时候，我心里只有厌恶。我以为我是爱盐野的，所以在仓库里我毫不犹豫地带他离开。然后就是那一场大火，似乎我心里的迷障也被那一场大火燃烧殆尽。当我在看到盐野的时候，我才迟钝地后知后觉。我爱的不是他，我只是厌恶了一成不变的生活，爱上了他身上代表的所谓自由。知道顾衍遭遇了什么的时候，我崩溃了。我蹲在地上撕心裂肺，嚎啕大哭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在怕什么。我只知道我不敢再回想我拉住盐野手时他看我的那个绝望的眼神。那一瞬间，我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我彻底弄丢了。那之后的10年，我没再见过顾衍一面。顾家和我家彻底断交，我找了很多人，可顾衍似乎下定决心和从前彻底割裂，他再也没让我找到过他。我去过美国、英国，在澳大利亚住了3个月，走遍了整个荷兰，在加拿大度过了最冷的冬天。很多次我幻想一睁眼就能看到那个围着围巾笑得满眼温柔的男孩。我开始不停地做梦，梦里的前半段总是美好的。他歪在我卧室的地毯上皱眉抱怨，江静安，这题好难，你再给我讲一遍啊。可等我走过去，四周就变了。废弃的仓库里火光四起，他满身是血地躺在熊熊烈焰里，对我流下一行血泪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用一个眼神就无数次让我午夜惊醒，然后整夜不眠。我以为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会逐渐忘记他，可他的面容却在我心里愈发清晰。我知道顾衍成了我的执念，
我在失去他之后才知道我有多爱他。妍也不是我的光，我的光早就出现在我身边，已经陪了我许多年了。再见到顾衍是在10年后，我恍惚以为自己看错了，那一瞬间心脏都停跳了一拍。等我找出去，他已经不见了。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家的，我只知道自己失魂落魄，心脏里胀得难受，尖锐地嘶鸣着。好在很快我又见到了他。顾衍变了许多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，只是看我的眼神和从前完全不同，一丝温度也没了。我在那一瞬间满心酸涩，像是踽踽独行多年的旅人终于看见了归所。我想，不管他怎么怪我，我都愿意接受。我想要补偿他，我不敢奢求，可我隐秘的希望他还能像从前那样看着我。可他似乎不需要，他身边有了别的人。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有爱意，像是在看什么避之不及的脏东西。我形容不了那一刻的感觉，好像有一把刀从他的眼神里直直戳进了我的心脏，血淋淋的，冷冰冰的，疼得我几乎站立不住。我近乎自虐般地感受着那种疼痛，这是我欠他的，是我活该。我没想到妍也会再次出现，他揭开了顾衍的伤疤，又无视我的警告，纠缠上了我。当年我用一个耳光和妍也分了手，我以为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，可如今再见，我才发现心里的恨意卷土重来，我甚至希望他去死。我知道是我害了顾衍，可如果没有妍也的出现，或许我们本来不会走到这一步。我找人报复了他，我没想到他会被刺激的疯癫，当街用刀捅了我。只是感受着生命流逝的那一刻，我突然释怀了。这本来就是我们欠顾衍的。我和妍也，我们2个和该下地狱，等了这么多年的审判终于敲下了那一锤。我发现我心里其实是轻松的。我看着天空，澄澈的蓝色没有一丝阴霾，就像10年前一样。我眼前突然又出现了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。他问我，江静安，我听到老师今天找你了，你干嘛不答应跳级呀？我踮起脚伸出手去，他的头发有些硬，带着阳光的味道。许久后，我笑了。笨蛋，我要是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